你有没有发现，世界的风向转得特别快？昨天还是石油决定全球经济的命脉，今天却换成了晶片。谁掌握了它，谁就能掌握未来。而在这个舞台上，台湾地图上一个小小的岛，却成了全世界绕不开的关键角色。更戏剧的是，中东那些石油金主正在把黑金砸向 AI， 妄想用钱直接买到未来。但他们缺的不是钱，而是技术、产业链，还有懂这一行的工程师。他们一抬头，发现答案只有一个：台湾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6月初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股东会上被问到要不要去中东设厂，他笑着回说没有这回事。但话还没凉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就带着所谓的 AI 天团浩浩荡荡飞去中东。这阵容有多豪华？马斯克、黄仁勋、苏姿丰、奥特曼，全是科技圈顶级人物。表面上看，这是美国科技巨头的出征，但背后真正在流血流汗的是台湾供应链。最炸裂的单子来自黄仁勋的辉达，光是沙特阿拉伯的 AI 新创 Human 就定下超过 1.8万颗 GB300 晶片，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。别忘了，这背后代表着整个台系供应链的忙碌，晶圆代工要跑，封测要开，主机板、电源、散热全都跟着火起来。对台厂来说，这是石油换晶片的世纪大单，谁都不想错过。可问题是，中东能不能真搞起来？缺水、缺人、缺产业链，几乎是3缺。但钱多得吓人，几千亿美元说砸就砸。就像一位 IC 业者私下说的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只要利益够大，他们连政治分歧都能放下，坐在一桌谈合作。这话听着很直白，却点穿了核心。钱能把门推开，可真正能撑起产业的，只有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经验，而台湾正好有。更微妙的是，台厂并非第一次被卷入大国角力，以前是美国、中国抢，现在连中东都来插一脚。和硕的郑光志就讲过，他们原本在中东生意不大，但如果这次跟着辉达的大团队杀进去，就能把更多产品线铺到当地。对台厂来说，这是风险也是机会，而机会一旦来了，通常比石油还香。过去台湾跟中东的经济往来，说实话算不上热络，最多就是买石油，卖点零星的科技产品。以沙特为例，2023年台湾从那边进口石油金额高达172亿美元，但出口才28亿美元，贸易往来排到第14名，根本算不上重点市场。可是短短几年，局势完全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美中供应链分道扬镳。美国在晶片上对中国层层设限，中国则想办法找替代市场。就在这空隙里，中东突然成了第3极，他们不想永远只当石油出口国，他们想在后石油时代重新定义自己。沙特搞了4个经济特区，目标直指超越阿联酋，要当中东科技中心。电动车、智慧、医疗、电竞、AI 全都砸钱布局那种气势，就像当年的迪拜，一夜之间从沙漠小渔村变成摩天大楼森林。关键在于钱可以盖厂房，可以请顾问，但要组产业链，最后还是得靠人。谁能提供几十年磨出来的半导体人才？答案只有台湾。联发科董事长杨建盟就直说了，要建完整的制造产业链，台湾人还是最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的工程师有种特别的专业鼻，问题没发生之前就能嗅出来，提前解决。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再聪明，也只能等问题出现才去补救，差距就在这里。这一点黄仁勋心里最清楚。别忘了，辉达早在2017年就让伟创帮忙做伺服器，当时订单少得可怜，几乎没人看得上，但台厂就是硬撑，陪着一起走过冷门期。结果几年后 AI 爆发，订单狂飙，湖口厂直接满载，还得在竹北新盖总部。新厂原本是替代旧厂的，结果还没完工，订单就先把产能吃光了，甚至连隔壁纺织厂都被租下来扩产。你说这种兄弟情，黄仁勋能不记得吗？今年6月，伟创竹北新总部开幕，黄仁勋特地录了影片庆祝。他还抖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：全球7座工厂，7000名员工，每季要生产24万台搭载 Blackwell 晶片的 AI 电脑。这不是一般制造，而是工艺极致的象征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厂商早就和辉达、AMD 这些巨头绑在一条船上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波所谓主权 AI 的军备竞赛来得比谁都想象的快。
去年杜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，黄仁勋说了一句话：每个国家都必须建立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，你们不能让别人来替你做。这话一出，像是丢下一颗核弹。各国领导人纷纷点头，因为他们太明白了，如果没有自己掌控的 AI， 未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都会被别人掐住喉咙。所以你会看到川普带着 AI 天团跑中东，下一站又跑欧洲，每到一地就丢下1000亿美元级别的大单。5月沙特签约，直接买下 1.8 万颗 GB300。6月巴黎科技展，黄仁勋宣布，未来2年欧洲要建20座 AI 工厂，还要在德国设立结合机器人和 AI 的超级云平台。数字吓死人，但更吓人的是，这些单子背后80%都得靠台湾供应链去实现。台湾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碌。黄仁勋甚至在台北演讲时提醒，我们会在台湾、在美国、在全世界建造 AI 超级电脑，而且越来越多，台湾将会变得非常忙碌。这句话听着像鸡汤，其实是订单实锤。别以为只有中东砸钱，其实欧洲的动作更让人意外。过去说到半导体，大家会想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中国，但很少会联想到欧洲。可这几年，欧洲突然像被惊醒了一样，开始拼命补课。为什么？疫情之后，再加上美国的晶片禁令和川普的关税战，欧洲人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尤其在 AI 晶片这类关键领域，他们不可能永远依赖美国。于是，欧盟决定联手搞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链。德国专攻先进制程，立陶宛负责成熟制程，西班牙压通信晶片，法国玩生物晶片，分工清晰，还带着点工匠式的执拗。这时候，台湾的角色又出现了。2024年8月，台积电宣布在德国设立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，简称欧积电。更妙的是，这不是台积电单干，而是博世、英飞、林恩、智谱3大客户都各自持股10%。德国政府还直接补助一半建厂成本，约50亿欧元。你没看错，是直接补一半。为什么？因为欧洲知道没有台积电，他们这盘棋下不起来。当欧积电动土典礼时，连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都亲自到场。对欧洲人来说，这不是一座工厂，而是一场象征性的战役。我们要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重新站位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台湾厂商早就悄悄打进欧洲了，只是选的地方大多在东欧，比如红旗在捷克，人保在波兰，鸿海在匈牙利，捷克、斯洛伐克都设厂。为什么是东欧？很简单，便宜。东欧原本是苏联经济圈的一部分，工业底子还在，但工资远比西欧低。波兰、乌克兰的工程师平均年薪只有2到3万美元，折合新台币不到90万，跟台湾差不多，跟西欧比却便宜1半以上。有意思的是，台湾人到东欧一看，竟然看见了几十年前的自己。捷克理工大学的学生拼劲十足，半夜1点还缠着老师问问题。文化上也很像台湾早期的氛围，讲忠诚，讲积累。家长会告诫孩子，不要为了几百块薪水跳槽，要在公司熬出经验。就连当地政客都公开喊话，现在是捷克半导体起飞的黄金时刻，你们要拼还是要放弃？就在此一念之间，这股迫切感，台湾业者看在眼里，心里也咯噔一下。有人直言，东欧的软体研发能力，别小看，未来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。甚至已经有台厂把研发部门整个移到捷克去了。换句话说，台厂在欧洲不只是输出产能，还无意间把对手养出来了。不过目前欧洲仍需要台湾。杨建盟就透露，在捷克上课时，当地教授会告诉学生，要做半导体就得去台湾学。这句话放在今天，听起来既讽刺又真实。欧洲想复兴，但他们断断续续，中间断层太多，台湾这30-40年却没有停过，一直在磨，一直在拼，差距就在这里拉开的。而对台湾来说，这是一场双重外交，一边是美国主导的 AI 军备竞赛，把订单源源不绝丢进来，另一边是欧洲希望借台厂补课，把地缘政治变成技术合作，两边都要顾，两边都不能得罪。走钢索的滋味，台湾厂商再熟悉不过。以前台湾人在欧洲打车，司机听到 Taiwan 常常一愣，还以为是 Thailand， 那种尴尬，台湾工程师心里都有过。但最近几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，你在欧洲一说自己来自台湾，司机会笑着喊 Chip，
Chip 晶片就像是一种暗号，瞬间拉近距离。台湾已经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名字变成全世界公认的护国神山，这背后的推手当然是 AI 的狂潮。短短3年 ，ChatGPT 点燃了全球 AI 从实验室跳进日常生活，训练、推理、云端、地端全都要靠 GPU， 而 GPU 的背后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，就是台湾几十年的累积。你可以说美国是点火的人，欧洲是被逼着追的人，但台湾才是那个供养的人。没有台湾 AI 的火根本烧不起来。更关键的是，这股 AI 军备竞赛已经不只是科技问题，而是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的全方位博弈。黄仁勋在杜拜那句“你们不能让别人替你做 AI”， 就是赤裸裸的提醒，没有主权 AI， 你的国家安全根本没保障。于是你看到美国、欧洲、中东都争先恐后要盖 AI 工厂，川普甚至直接带着 AI 天团出访，把 AI 当成国运战略的一部分。而台湾厂商正处在这条浪潮的最前线，辉达7月股价冲破164美元，市值破4兆美元，成为历史第1家。看似是美国公司的胜利，但你只要顺着订单链往下追，就会发现伟创、广达、和硕、台积电一个个全被拉进这场盛宴。6月25日，伟创股价冲到125.5元，单日成交爆量12万张，资金疯狂涌入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已经看懂了，台厂就是这场 AI 盛宴的幕后厨师，没有他们，宴会根本开不成。别忘了，台厂的韧性不是一天练成的。黄仁勋在台北演讲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台湾对世界科技和电子产业至关重要，因为 AI 和电子产业未来会成长10倍。这不是恭维，而是实话。AI 就像电和水，会无处不在。既然如此，建 AI 工厂就像当年建发电厂、水厂一样，谁敢不建？那问题来了，谁能帮忙建？谁有经验？谁有完整的供应链？答案还是台湾。这就是台湾的奇特处境。地缘政治上，它夹在大国之间，永远在走钢索；但科技上，它又成了全世界离不开的角色。美国需要，欧洲需要，中东也要拉拢。甚至有 IC 业者笑说，我们就是全世界发展半导体的唯一选择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狂，却一点不假。未来3到5年，全世界的 AI 工厂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中东有石油、金主砸钱，欧洲有政府补贴，美国有川普式的强推政策，但无论哪一条路，最后都会走到台湾供应链这道门。有人说这是台湾的机会，也有人提醒这是台湾最大的风险，因为当你成了所有人的必需品，就等于同时被所有人盯上。机会和风险其实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台湾的供应链今天被全世界需要，明天也可能因为太重要而被迫卷入更深的政治游戏。你看得出来，美国在推去中国化，欧洲在拼自主化，中东在搞石油转型，3股力量同时在拉，台湾却必须同时满足他们的需求。表面上这是荣光，媒体会说护国神山，投资人会说黄金10年。但在厂区里加班的工程师心里明白，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赛跑。AI 工厂一座座冒出来，订单一波波砸进来，产能永远不够，人才永远不够。湖口厂加班到凌晨，竹北新厂还没完工就被订满，甚至连隔壁的纺织厂都要租来扩产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台厂的日常。更大的悬念是台湾能撑多久？别忘了，中东和欧洲都有野心。沙特的 Humane 是公共投资基金全资控股，目标就是打造本土 AI 生态系。欧洲也不掩饰，德国产业政策明确写着要用欧积电来补齐关键制造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永远依赖台湾，而是要向台湾取经，学会以后就自己做。今天他们拍手叫好，明天可能就变成竞争对手。那台湾怎么办？是拒绝？不可能，因为订单就是命脉，不接就是自断生路。是全力配合也危险，因为一旦把技术、人才全转移出去，未来可能被取代。台湾最擅长的就是在夹缝里找平衡，既把厂开在德州德累斯顿，又把心脏留在新竹，既和美国绑得死死的，又悄悄接下中东的考察团。表面上说没有要去中东建厂，实际上同业的高层朋友圈已经在晒沙漠合照了。石油时代，中东用钱买未来； AI 时代，全世界用晶片抢未来。
台湾夹在中间，就像一个不情愿的守门员，明知球会一个个飞过来，还得硬着头皮接下去。短期看，这是黄金机遇；长期看，这可能是无法拒绝的负担。有趣的是，这场 AI 竞赛的速度比想象中还快。黄仁勋从卖显卡给游戏玩家起家，用了30年爬到顶点，但 ChatGPT 只花了1年，就让全世界意识到 AI 是基础设施。各国政府反应比疫情时还快，因为他们终于明白，如果这波 AI 军备错过了，后果可能比缺疫苗还严重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景象是，美国用政策推动，欧洲用补贴推动，中东用石油推动，台湾则用血汗推动。4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军备竞赛。而终局呢？没有人能保证。也许3年后，中东真的建起 AI 之城；也许欧洲欧积电量产成功，重现100年前的科技荣光；也许美国靠着科技巨头继续垄断 AI 生态。无论哪一种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台湾都会在场，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当沙漠里的油井渐渐枯竭，中东人终于意识到，石油不是永恒的财富，就像过去的黄金、香料、白银一样，终有一天会消失。于是，他们把目光转向新的黑金、晶片和 AI。AI 不是石油，但它和石油一样，能驱动世界的引擎。过去，石油决定了汽车、飞机、工业的走向；今天 ，AI 决定了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军工的格局。谁掌握 AI， 就等于掌握了未来的生产力。难怪沙特、阿联卡塔尔争先恐后要砸钱，连川普都亲自带队推销。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技术，而技术的根源正好握在台湾手里。你可以说，台湾像是新的油田，只是这个油田产出的不是黑色液体，而是纳米级的晶片。它们看起来小到肉眼几乎不可见，却能决定一整个国家的命运。美国要靠它维持霸权，欧洲要靠它重建产业，中东要靠它完成转型。台湾不大，但在这场新石油的游戏里，分量比谁都重。有人把现在称为晶片的石油时代。石油曾让中东一夜富裕，晶片也正在让台湾一夜被全世界盯上。区别在于，石油是埋在地下的自然资源，晶片是几十年产业链、人力和汗水累积出来的成果。石油可以靠挖井，晶片却得靠几代工程师不停加班，一次次把良率调高。所以，当全世界高喊 AI 是未来的时候，台湾人心里是复杂的。我们知道机会前所未有，但也知道背负的责任前所未有。太多国家想要分一杯羹，太多资金正虎视眈眈。台湾不能拒绝，但也不能全盘托出，走一步算一步，这是台湾最熟悉的生存之道。最后，我们必须承认 AI 已经是新的石油，它将像电力一样普及，像水一样必须。每一台 AI 伺服器背后都有一颗来自台湾的晶片，每一场未来的战争或经济博弈背后都有台湾供应链的影子。中东人说钱不是问题，欧洲人说自主才安心，美国人说盟友最可靠。可不管谁说什么，他们都离不开台湾，这就是台湾的命运。在后石油时代，成了新石油的守门人，机会大得惊人，风险也大得惊人。未来的30年，台湾会越来越忙，但也会越来越重要。也许这正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 AI 的未来，绕不开台湾。